考5年都没考上，太难了。我这个通过率很低的哇，7%-8%。你可以搜一下注册会计师这个证到底有多难考。我是做审计行业的，专门做查账那个会计，人见人怕那种。公司要上市，是不是也是找你们这种审计人员？对 ，IPO 嘛，做到他们达到上市条件的那种。就是审计这门行业其实也并不神秘，它的话主要就是累，每天工作10点钟打底，上不封顶，可能也会熬个通宵，耐得住劳累才能做得下去。我以前在佛山工作，但是呢，佛山工资好低啊，然后这个房贷、车贷。传宗接代的压力一上来，我就跑来广州了嘛。然后我老婆已经不是女朋友了，我老婆已经在佛山，然后我呢就在广州。然后呢，我现在的话，基本如果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是每个周末我都会回去一趟。您当时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一方啊？12000。现在的话，可能8、9千，差不多了。1万8、9千，直接一个首付就跌没了。对啊，30万了，就是100平的是30万，没有了。还记得是哪一年买的？20年嘛，最高峰了。当了一个大冤种。对，大冤种就是我。哎，然后的话，因为房贷压力、车贷压力各种，之后我就选择比较偏远的这个顶楼，这个顶楼也算便宜了，在这里。然后我给看一下我的考证小空间，这个就是我自己买自己搭建的一个这个自习室吧，自己搞的一个。你每天晚上是学习到几点啊？11点左右，然后6点起床，11点结束，中间的话吃饭睡觉，大概休息个2-3个小时。你这么努力，到底是为了干嘛？你像我们下班之后都是刷抖音啊，你还学习到11、2点。我工作5年，做了5年审计，我就学了5年，它的强度、难度有多大你就知道了。5年都还没有过呢。忙的时候要做业务，闲的时候要看书。我们去看一下我那个私人空间。然后这里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在用了，因为我的邻居基本都不用，都在我在用，所以我每天晚上我都会在这里。你这晚上是挺舒服的。对啊，你们上去。哎呀，因为我怎么说呢？因为我刚才说了，我基本上没有私人生活，我唯一生活就是在这里。躺一下，打一下游戏，因为我基本上就是学习完了就在这里坐一下，吹一下风。天气不太热的时候，还是上来直接这里睡觉。好了，曲哥，带你去吃一下我们广东的早茶。你这个城中村还挺可以的哦，没有像广州康乐村啊、陆江村那么握手楼。他们那个寸土寸金是不一样的啦。啊，你这个就好很多，至少阳光不用给钱。那确实。刚才我看到你那个房间是1房1厅，大概每个月租金多少？680块。680。那挺可以的哦。其实我还想租的就更便宜一点。还想更便宜一点？就是更小一点嘛，主要是就是今年房子入住了。周末要回家，然后回来这边就是暂住一下。暂住一下，就是感觉这个还是有点超预算了，是吧？啊，对。要不像我这种很能省的人来说，680也挺多钱的了。那房东看到你都要瑟瑟发抖了。晚上为了省这个空调费，你居然睡天台。其实它比房间确实凉爽多了，那个房间不通风啊。每天早上看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对，哎，还是你会说话，这个。我看你这个地方离那个地铁口挺远的。
对啊，骑车要骑10分钟啊，然后公交车也是10分钟，都差不多。不堵车的情况下，所以我每天都是骑电动车到地铁站，然后地铁站再扎地铁到公司上班。这边主要就是做那种种那种发财树，各种花卉。这边应该是算是集群的基地一样的。像这个停车1个月收多少钱？300。西南附近啊？对，可以走了。现在我们去吃个早茶。午茶啦，午茶。准备出发。好。全程2.8公里。走了。这里不就是那个西南菜市场吗？对，翻过这边就是西朗菜市场。哪？哇，好多人！普洱吗？普洱的话10块钱一包，里边包含2个茶味的哈，纸巾第1包免费，这里手机烧麦片沙。这样相当于消毒了是吧？啊，你可以说是去这个尘埃，所以有些泥土也是尘埃，就清一下。我们也不指望它能消毒，要像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一样。谢谢。今天感谢老铁的招待哦。尝一下这个凤爪。你之前学的专业是什么专业啊？你审计专业，就是专门做审计的。有好多同学就是毕业之后基本上不是从事自己本专业的。90%的人都没有做审计。你像你的同学还有联系吗？没有，很少联系了。他们很多人毕业之后有2个情况，一个是去了国企考公的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去考研的，就基本这2个渠道。做审计的话，一个班60人，可能就3、5个人做审计，他们都觉得很苦。我只有你坚持下来了。只有我比较想吃苦吧。啊，这个想要加双引号才行。我相信你能爬上去，爬到那个管理层。管理层，好，希望吧。先把证考完再说。你像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啊，工资不高，2500、3000。我以前1800的，刚进来的时候。1800呀？我以前在佛山的时候入了另一个事务所，基本工资1800，每个月就发3天，因为有1200是提前发的一些提成，就是我们工资是基本工资加提成，就相当于提前预支了。然后呢，你把那个项目做完之后，把那个提成一减，剩下的没减完的就是你的现在能收到的提成，对。那你这个行业也是说单多就收入高，单少就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有没有基本底薪？像现在的工资？你现在底薪就是5500。5500啊？然后做项目，项目的话就看项目的大小了。项目做的大呢，那肯定按他那个系数算给你。如果系数太复杂，我就不展开。反正就1年下来实收综合也是
目前我这个级别是15个以下，12到15个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考那个证了。拿着那个证的话，整个 level 就上去了。不然的话我就到底了，我的工资没有证的话，爬不上去那个工资，可能15到20个已经是到我这个没有证的一个级别的顶。就以我所知的，我这个专业啊，我们含金量最高的就是工程造价师，还有那个1级建造师，对，那个就比较难考一点。等考到之后就不一样了嘛。对，考了之后就是公司会另外给你一笔费用。你这个行业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考5年都没考上，太难了。我这个通过率很低的哇，7%-8%。你可以搜一下注册会计师这个证到底有多难考。